男孩跟蜘蛛侠一样，也被蜘蛛咬了一口，他没当回事，一把拍死。可他没看见蜘蛛的尸体在关灯后竟闪烁着荧光。第二天怪事就来了，他跟女同学打招呼，谁知一划了竟挂了满手头发，扯都扯不下来，最后还是女生忍痛把头发剃了。男孩懵了，这不电影情节吗？他慌忙躲起来，谁知手脚全上，走哪儿沾哪儿，最后竟然在教学楼演上杂技了。他连夜跑到昨天被咬的地方，可蜘蛛尸体明明很普通啊，但下一瞬间他就撞见了震惊的一幕，真正的蜘蛛侠正在和绿魔打架。男孩来不及多想，撒腿就跑，但还是被巨大能量卷入到战斗中。绿魔被打翻的冲击力将男孩也带下了深渊，他尖叫着朝着绿魔掉下去，还好被蜘蛛侠听到。几乎是同时，两人都产生一种同频的感应。蜘蛛侠很惊讶，世界上竟然还有跟他一样的人。他安慰男孩稳住别慌，等他忙完会教他怎么做。说完就继续打架去了。原来他正在阻止一个坏蛋疯狂的实验，两个对撞机产生可怕的能量，生生撕开了平行宇宙的开口。谁知绿魔打到兴奋，竟直接将蜘蛛侠的脑袋塞进了能量波中，开口瞬间失去稳定。男孩在一片废墟找到蜘蛛侠，他已经奄奄一息。他将手中的 U 盘交给男孩，希望他能帮忙炸掉对撞机。但男孩刚刚离开，就看到坏蛋已经找过来，一拳将彼得·帕克打死。男孩吓得马上就跑，但还是被对方发现，派徘徊者追了过来。男孩拼尽全力跑出地铁，躲在柱子后才逃过一劫。回到家里，他害怕极了。新闻上播放着蜘蛛侠死去的新闻，所有人都在为他默哀。只有男孩偷偷跑到了一座大楼顶，想要练练身手，好去完成蜘蛛侠临终前的请求。不行，太高了。他又找了一座矮的楼，可是纵身一跃踩鞋带了。他连滚带爬就掉了下去，可恶的是 U 盘也跟着摔坏了。他沮丧极了，来到蜘蛛侠的墓地忏悔，可是身后突然出现黑影。可以确定这又是一个蜘蛛侠，因为男孩出现了同类感应。不过这个彼得·帕克好像有些不同，比死去的那个颓废很多，大肚腩鼓鼓的，还穿着邋遢的运动裤。这个满脸胡茬的男人也叫彼得·帕克，原本生活在另一个平行宇宙，同样被蜘蛛咬后成了蜘蛛侠。不过他投资饭店失败，深深死去，深爱的女友也跟他离婚了。他从此一蹶不振，吃出了一身肥膘。直到这一天，头顶突然出现一个能量漩涡，直接将他吸了进去。再回过神时，他已经被吸到了 A 宇宙中，而且满大街都是蜘蛛侠死去的新闻。他来到墓地想寻求原因，却遇到了这个男孩，他还没说话就被电晕了。通过男孩的描述，他终于明白是有个坏蛋打开了平行宇宙接口，就因为自己的老婆孩子死了，他想将其他宇宙中的老婆孩子召唤到这里，却没想到绿魔把蜘蛛侠脑袋按了进去，这才一不小心把这个颓废版蜘蛛侠吸了过来。当务之急必须阻止坏蛋的作为，否则不光这个宇宙会坍缩，帕克身体的原子不适应这个维度，也会很快就瓦解。帕克刚想独自行动，就掉下了楼梯，没办法，水土不服，一个肥胖蜘蛛侠，一个菜鸟蜘蛛侠，两人只能一起坐公交车赶过去。他们来到坏蛋老巢的通风口，帕克想要偷取数据，重新制作 U 盘，可男孩偏偏在这紧张的时候又犯病了，双手粘在灯泡上下不来。帕克连忙叫他放松。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男孩意外触发了隐藏技能，他竟然可以隐身。帕克也很是惊讶，毕竟他就没有这功能。来不及多想，帕克赶紧告诉男孩刚破译的密码，让他隐身去读数据，他则负责吸引火力。但帕克没想到，平行宇宙对撞机就是这女人设计的。看到这个颓废版蜘蛛侠，他激动极了，直接给他绑起来做个核酸，接着就爆发了真面目，正是恶贯满盈的章鱼博士。战斗瞬间爆发，男孩找不到数据，干脆抱着电脑跑了。帕克不断被暴揍，好不容易逃到外面，他将蛛丝手环扔给男孩，但是男孩才变异一天，根本不会使用，一个转身就撞上了大树。眼看章鱼博士追了过来，帕克边跑边教男孩发射蛛丝要领，终于两人正在嘚瑟，帕克突然身体出现紊乱，掉了下去，机箱瞬间被章鱼博士抓了回去。眼看他们就要完犊子，突然又出现不明蛛丝，将他们吊起来。紧接着，一个身材曼妙的蜘蛛侠出现，他几下就搞定章鱼博士，成功抢回电脑。原来被吸过来的蜘蛛侠不止颓废帕克一个人，竟然还有女版帕克。蜘蛛侠刚死去一天，婶婶的门口就又来了2个帕克，他们来自不同的平行宇宙，但这并不耽误婶婶心疼他的孩子，因为这个帕克看
看起来很颓废。婶婶眼神坚毅，一脚踹开后门，打开一个破茅房的大门，正是死去蜘蛛侠的秘密基地。这里收集了坏蛋所有的罪行。突然，几人同时出现同类感应，在头顶漆黑的蜘蛛网上，一个黑白动画版的蜘蛛侠现身。他来自纳粹时期的黑白平行宇宙。男孩很是纳闷，他的披风竟然可以无风自动。紧接着，漫画版的少女帕克来自1000年后的科幻宇宙，还有卡通世界的猪鼻子帕克，全都汇集到了这里。原来就在平行宇宙开启那天，同时连通了好几个宇宙，所以他们几个全被吸到了这里。如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回到自己的世界，但必须有人牺牲，在他们走后炸毁对撞机。可是几人的原子在这个世界根本无法适应。男孩自告奋勇，他来负责炸毁，但他是个菜鸟，根本无法自如地掌控能量。几人担心他做不到，男孩却突然坚定地离开，本想跟叔叔做个告别，可他却发现坏蛋的手下徘徊者突然出现。男孩躲到沙发后不敢出声。危急时刻，他终于用出了隐身，但他万万没想到，当徘徊者摘下帽子，赫然就是他的叔叔。突如其来的冲击让男孩慌不择路，跑出去时还是被发现了。他凭借变异后的敏捷在路上狂奔，跳上货车躲避。男孩连忙再次回到婶婶家，此时几个蜘蛛侠已经重新做好了 U 盘，但徘徊者还是跟踪了过来。几人同时感应到危险，战斗一触即发。男孩刚想发挥一下，沙发垫又粘上了， U 盘掉落男孩手中，众人让他先跑，但徘徊者紧追不舍，直接将他逼迫到了屋顶。男孩只好将帽子摘下，直到这时叔叔也愣住了，但坏蛋却没给徘徊者机会，而是一枪将他打死了。男孩在帕克的掩护下抱着叔叔的尸体离开，至此他也凑齐了蜘蛛侠必备悲惨故事。叔叔甚至在死前也说出了那句话，填空题，请你把这句话打在评论区，10分。成长总是痛苦的，男孩扔掉了所有蜘蛛侠的漫画书，却在下一秒被扔了回来。几个蜘蛛侠赶过来，他们每个人的叔叔都死了，本来是个难过的事儿，可就在这时，宿舍的门突然被推开。棚顶上一共6个蜘蛛侠，他们躲避着男孩，生怕被人看见。但下一瞬间 Hey there. Do animals talk in this dimension? Because I don't want to freak them out. 男孩被帕克缠住，他们知道作为一个超级英雄，男孩还没有准备好。就在这时，爸爸来了，他还不知道男孩变异，只是隔着大门鼓励他要坚强，因为世界上除了叔叔，还有他需要去爱的人。男孩终于冷静下来，这一次他用心的去控制能量，坚韧的蛛丝瞬间被他弹开，隐身躲避醒来的室友。他再次来到蜘蛛侠的基地，脱掉20块钱的蜘蛛侠周边，穿上了真正的战衣。婶婶还为他做了专属蛛丝发射器。再次来到摩天大楼上，男孩毫不犹豫跳了下去。蛛丝发射冲天而起，他在城市上空尽情穿越，这感觉爽翻了。此时的蜘蛛侠几人已经开始行动，坏蛋狼子野心竟然在对撞机上空开 party， 服务员还都是戴着蜘蛛侠的帽子，死了还要被侮辱。几人索性假扮服务员，混进大楼内部。章鱼博士正在开启第2次点火，空间再次出现波动，几人的原子越发的不稳定。帕克拿出 U 盘开始行动，没想到章鱼博士早就设下埋伏，众人在枪林弹雨中开启战斗。帕克被章鱼脚缠住，眼看就被弄死，章鱼脚却突然不停使唤，化成拳头对博士打了一拳。正是隐身的男孩及时赶到，新老蜘蛛侠共同对敌。与此同时，坏蛋已经在平行宇宙中搜索到老婆孩子的基因，但是这却引发了宇宙的坍缩，能量波动中大量外来世界呼之欲出，几人只能全力战斗，打败那些坏蛋的小弟们。蜘蛛侠抡起大木锤将螃蟹砸趴，让他不要小看卡通人物。男孩救起女帕克，将他甩向章鱼博士，两人合力帅气地将他打翻，是时候分别了。男孩从容地来到宇宙波动上空，利用蛛丝来到对撞机顶端，将 U 盘插入控制口，成功控制住商人的射线，这让坏蛋马上就要成功的计划瞬间泡汤。老婆孩子的基因再次消失，坏蛋彻底怒了。平行宇宙的蜘蛛侠要回家了，黑白侠带走彩色魔方做纪念，猪猪侠则把棒槌留了下来。轮到颓废帕克告别时，却发现坏蛋赶来了。帕克想去阻止他，被男孩拽了回来。再不回到自己的世界，帕克的身体就要瓦解了。帕克选择相信男孩的能力，让他一个人放手去搏。就此，世界只剩一个蜘蛛侠，他毫不退缩，直面这个脑袋长在腰上的坏蛋。他一把甩开坏蛋的手枪，一边躲避坏蛋的攻击，一边想办法去炸毁对撞机。一个分神
再次被抓。就在此时，坏蛋的异世界的老婆孩子出现在面前，他们来自不同的宇宙，一个个全部面色恐慌。看到坏蛋后，更是转身就走。不管怎么变换世界，作恶的人永远不会得到原谅。两人再次陷入激烈战斗，男孩在波动产生的乱象中不停被坏蛋暴揍。眼看又要重复上一代蜘蛛侠的惨状，男孩却突然看到了爸爸，他挣扎着起身。I'll always have my family. You ever hear the shoulder touch? What? Hey. 对撞机炸了，世界一瞬间恢复平静。男孩死死抓住机器臂，抵抗爆炸产生的强大吸力。再一次巨大爆炸，一切恢复平静。男孩站在楼顶给父亲打电话，经历了生死，他不再叛逆，理解了父母深沉的爱。爸爸也是个表达困难症，男孩干脆戴上帽子，直接给爸爸来了个大大的拥抱。从此以后，这个城市由他罩着。在异世界，颓废帕克不再颓废，而是再次找到离婚的妻子，挽回他的爱情。小编强推这部动画版蜘蛛侠原片，无论是漫画式的画风，还是迷幻的色彩，动画的形式彻底释放了多元宇宙的潜力。异次元大战更是好莱坞动画近年来最具想象力的一幕。情感方面，它既有小蜘蛛侠的成长，又有老蜘蛛侠的中年危机，里面时不时的老梗和恶搞更是让人惊喜连连。你快点去看，看完我们一起去荡秋千。